星链开始向高纬度地区进行测试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早就宣布过，今年年底他将向美国北部和加拿大南部开放商业运营。这也就意味着星链从2015年提出来到今天，真实的能够让人们进行公测了，并且他设定的所有的节奏人们都看到了，甚至美国总统、副总统在他向太空发射载人飞船的时候都去捧场，说明这样一个企业应该来说，无论它的宗旨还是它融资最终的目的都达成了。很多人把马斯克当作一个最接近神的人，或者说特斯拉死了以后最接近神的人。在特斯拉之前，我们听说过的应该是达芬奇。那么达芬奇手稿给人们带来很多联想，认为有许多东西都是他发明的，或者说他给我们提供了思路。那么后来的科学家在实践他画的草图。那么特斯拉带来的所有的一切，尤其是他非常蹊跷的死了，当他死了以后，美国政府收缴了所有他的文稿。那么到今天，这两个人最像穿越客，而马斯克做的所有的事儿，让人们感觉到他从年轻时代提出来的一些观点，譬如说新能源、互联网、探索太空，他现在正在做的是解决人类往何处去的问题。他不仅是一个科学家，同时他也是个实干家。他不是光想一想，放个嘴炮是吧就算了。应该这样说吧，马斯克做的这些事儿，尤其是他的星链，从理论上来说确实能够穿透防火墙。人们看到他公测期间的报价是吧，1个月$80，这个价格其实不高，因为我现在正在录像的这部手机是随时可以直播的，至少在美国不会有问题。但是它这种无限流量能够保证你直播的费用是多少呢？大概1个月$70。那你这样一比较起来，星链速度又快，而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在人迹罕见的地方，它未来也能帮助人们实现上网，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吗？那么它现在有一个锅据说很小，应该来说也就半米是吧，直径半米的一个小锅，价格好像是$200。那么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想，我能不能偷偷买个锅是吧？我用境外的虚拟电话号码注册一个账号，我在境内是不是就能用了？这要针对很多人群。那么譬如说不太在乎这点钱的，或者说极度捍卫个人隐私的，其实我知道未来中国的山寨速度应该很快就会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根本用不了$200。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东西当真实现吗？现在我们有许多人连翻墙的这些 VPN 都是
通过匿名的方式购买的，有一些人是通过淘宝代付，是吧？通过自己注册的一些 PayPal 的账号，因为关联的不是国内银行卡，那么尽可能用一个申请的谷歌虚拟号码，或者直接买一张美国电话卡或者香港电话卡，注册了以后在境外付费，他们有自身的技术能力，就这样他们上网还认为不是很安全。那么如果说星链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全上的保障，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是不在乎这点钱的，是吧？那么你能翻墙，你能不受监控，那不要通过地面基站中转，在这种情况下你上网不是更安全吗？那么既然你安全了，你就更敢说话，对吧？你要发出自己的呐喊。我知道有许多人抱有这种想法，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听到很多人关于技术上的一些探讨。那么看多了以后总想多说一说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我们大家用常识来说话，好不好？不要老谈技术。其实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马斯克今天告诉你的方式其实是骗你的。他告诉你要买个锅，其实你不需要买锅。而且我告诉你，真正星链投资方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不会背个小锅。星链听起来是为比较偏远的地方，不太容易上网的，或者说上网费用非常昂贵的地区提供服务。那么它的投资方式是哪儿呢？你如果注意看一下，跟华为性质一样，在这个企业七摇八晃的时候，给他加持的是军方。那么星链计划它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呢？它有没有军用的背景呢？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些电影，是吧？非常惊险。无论是轰炸南联盟还是在其他地方作战，美军从来就有一个缺陷，如果有飞行员坠机了，他们要想呼救，不一定在任何地方都有信号，有的时候需要爬到高处。那么跟组织联系上的同时，其实也暴露了自己。还有一些地区干脆就没有信号，有一些海岛，有一些高山，因为人迹罕见，所以它没有网络。怎么办呢？海事卫星，是吧？手持的海事卫星电话价格已经不是很高了，每个月租用信号的费用也很低，但是它不能高速上网，不能满足军方的需要。所以真正给他投资的人以及他未来的工作方向，很多人真的没搞清楚，它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它是一个全球布点的这么一个计划。它配套的是美军全球打击甚至全球战场救援的需要。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舰船飞机在失事的过程中也需要这样一个救助方式，它能及时的把数据高速的传递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军方给他注资
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未来美国军方在数据传输这一块也会利用这个渠道，它本质上解决了边远地区人们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即便在美国的一些农场，那么沙漠是吧，比较偏的地方，没有人愿意给你接网络进来。如果说你难得能找到一家你有可能看到的这种低价的这种服务，包括它的终端设备上面都有一个标牌叫华为。因为真正的商业公司是不会做赔本的买卖的。那么在人类必须要到达的一些地区，是吧？南北极，为了维护他们的通讯，其实各个国家花的力气都很大，租用的这种卫星信号也非常昂贵。即便是这样，也有很多地区其实你真的解决不了。那么星链它填补了这么一个空缺，它最主要的利润来自于民间，但是它的启动资金有缺口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军方，军方一定会是它的第一个用户。所以即便为了保证美国军队在未来战场上的数据优势，星链计划也是一个美国政府为它背书的项目。在未来的战争，甚至我们经常容易遇到的舆论战中，它能体现出来的这种执行力，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各国割裂式的这种商业运营公司地面战很难达到的。那么星链在全球进行一个全覆盖的这个无死角的布点，它最终是要发射12000颗卫星，而且它的成本非常低，每颗卫星的成本大概在100万美元以下。可能大家不知道，星链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挣钱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中国共产党，他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钱。然后呢，他最终要实施的是移民火星的计划，探索外太空的计划，他在为他今后的计划去挣钱呢。我们知道这个地球上现在已经有70多亿人了，有的统计资料是73亿，有的是78亿。别说粮食够不够吃，连水资源都不可能长期供应人类蓬勃生长的这种数据。再茂盛个几十年，地球就不堪重负了。而且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大家知道，能够毁灭地球，能够毁灭人类的不仅仅是核弹，还有病毒。如果说地球不能满足人们长久的期待，那么怎么办呢？就得找到一颗地球2号，是吧？备用的。其实马斯克做的所有的事儿，从他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都是引领风潮的，而且他最终的目的非常宏大。不要把他现在正在操作的一个项目认为他就是站出来要推翻独裁，要把民主自由的声音传递给所有的集权国家的人，让他们站起来推翻自己的政权。他不是干这个的，你对他的期待不要太高，那样你会很受伤的。好了，谢谢大家，再见。